高高在上的陆侯府，到了这动员连个挡风的茅草棚都不搭，全族趴在雪地上给自己刨坟呐！真是一群疯子！这还没冻死，就急着给自己准备下家了。这坟坑挖的真够大的，怕是能把300口人全活埋了。陆晨，你这个疯子！别人都在抢木头建房子，你让全族人在这里挖坟，你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吗？想活命，就给我继续挖。今天日落前挖不到3米深，全部家法伺候。京城来的陆侯府架子就是大，走个流放之路带着3车家当，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来北境游山玩水的。草民陆渊拜见严整兵，一路风餐露宿，这点家当只是些御寒的破烂和几天的粗粮，实在不值一提。求镇平大人行个方便，给我们划一块避风的地。划地可以，寒泽大营的规矩，进门得交场地费。看在你们曾经是侯府的份上，本将给你们打个折。这3辆车，连车带货，全留下。大人，使不得呀！车上是300口人的救命口粮和棉衣，若是全拿走，今晚降温，我们会冻死大半的。怎么不交？不交就滚出寒泽大营，去外面的冰原上喂狼。严总攻，流放之法只没收违禁品和金银，大明律例中没有没收御寒衣物和口粮的条文。你这样做，是想绝我陆家300口的生路。大明律例，在这寒泽动员，老子的刀就是律例。你一个戴罪的废柴世子，敢拿律例压我？听清楚了，上面有人交代过，陆家的人一个都不能活着回去。本将就是要拿走你们所有的东西，饿死、冻死，随你们便。来人，把物资车拉走！谁敢阻拦，当场格杀！被子，哥哥，我的被子！陆丫丫，丫丫不怕。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传本将口令：从今日起，寒泽大营内，任何人不得向陆家出售1粒米、1根木柴。谁敢接近陆家，与陆家同罪。老太君，您看到了，严虎这是要绝我们的户啊！没有粮，没有木头，连被子都没了，今晚我们怎么过？老二，你想说什么？现在唯一能活命的办法就是分开走。老太君，您身上还藏着那件金丝软甲和几张银票，快拿出来分了。我们这些青壮年拿着钱去求其他营地收留，或者去给严总兵当苦力，留在这儿一起等死吗？二爷说的对啊，老太君，把钱分了吧，我们能活几个是几个。带着这些老弱病残，谁也活不了。混账东西！大难临头，你身为二叔，不想着如何保全宗族，却想着卷铺盖分家。陆家的列祖列宗在天上看着你。列祖列宗能当饭吃吗？能当风吗？老太君，得罪了那阮家，我今天必须拿走。陆晨，你敢打长辈？你个废物世子！若不是你爹得罪了朝廷，我们会在这种鬼地方等死。这一巴掌打你长幼不分，动手抢夺祖母财物。严虎断了我们的粮草，抢了我们的木材，现在去求别人，别人只会把我们当肥羊宰了，连骨头渣都不剩。从现在起，陆家由我做主，不许分家，不许逃跑。家主，不跑我们干什么？站在这里喝西北风吗？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怎么搭棚子？不建房子，我们挖坑。挖坑？对。全族老少拿起所有能的工具，就地向下挖，挖一个个巨大的地下坑洞。疯了！别人都在往高处建避风所，他让我们往地下挖，这土冻得像铁一样，挖出来干什么？把自己埋进去吗？地下3米，温度恒定，比地面暖和得多。这是我们唯一能扛住极寒的方法。地下暖和？你听谁说的屁话？谁愿意跟着这个疯子刨地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宁愿去给严虎倒马桶，也不在这挖自己的坟。滚！好。你等着看，你怎么把这些人全害死！想活命的，跟我走！晨儿，
你说挖，祖母信你。丫丫帮哥哥挖坑，哥哥不是疯子。掌柜，这块玉佩，买你那堆东西。羊脂白玉，公子，你这块玉去城里能换500斤上好的白面。严虎下了封杀令，谁敢卖给我陆家粮食，我只要你那堆没用的东西，立刻交易。使不得，那堆土豆发了绿，是有剧毒的。前几天西边营地饿疯了的人吃了2个，不到半个时辰就口吐白沫死了。那些野田根硬的能崩断牙，苔藓更是只能当柴烧。你拿这么贵重的玉换一堆催命符，你是真疯了吗？有毒没毒我清楚，玉你收着，就当我是捡的。造孽呀！这侯府世子是被逼出失心疯了，拿传家宝买毒药，准备全族自尽呢。毒土豆，家主，你出去半天就带回来一堆吃死人的毒土豆。晨儿，这是何物？为何颜色如此怪异？祖母，这是我们的口粮和火种。土豆虽然发绿有毒，但只要用草木灰处理，去皮水煮就能吃。更重要的是，这些土豆能在地窖里继续发芽繁殖。骗人！你骗人！西营的张老三就是吃这个死的。你拿传家宝换这些毒药，根本就是想毒死我们！我不挖了！你以为严虎会给我们活路吗？现在许要饭都要不到。这坑不仅是避难所，更是我们的温室。只要坑挖得够深，封住顶，地下的温度就能让这些土豆活下来，我们才能活下来。我宁愿冻死也不吃毒药。你就是个疯子！不挖的，滚出陆家营地；留下的，就算指甲抠断，也得给我把坑挖到3米深。哥哥说能吃就能吃，丫丫信哥哥。陆家祖训：绝境不弃，都给我起来！哇！总兵大人，小人陆渊带着陆家一半的壮丁特来投奔大人。小人已经和陆家断绝关系，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嘿，投奔我？我这不养废物呢。陆晨的没跟你一起爬过来？大人，陆晨那个小畜生彻底失心疯了。他不仅不让族人建避风所，还逼着所有人在荒地上挖深坑，说要挖地窖。挖地窖？在这洞源上？是啊，不仅如此，他还用身上最后的玉佩去黑市买了一大堆吃死过人的发绿毒土豆，说是要在地坑里种土豆。大人您听听，这不是疯子是什么？他们今晚绝对会冻死在那几个坟坑里。哈哈哈哈！在地府种毒土豆，绝了！真是绝了！陆侯爷生了个好儿子呀，给自己选坟地都不用别人操心。大人英明，那疯子死不足惜。大人，您看我们几个能不能赏口热汤喝？我们愿意去营里做苦力。做苦力？行啊。既然愿意做犬马，就得吃犬马的饭，舔干净。多谢大人赏赐。哼，派2个暗哨去盯着大营西北角，本子要第一手消息。明天一早，我要听到陆家300口人在坑里变成冰雕的喜讯。暴雪来了，没有木材封顶，坑里会被雪填满的，我们会被活埋的。家主，让我们上去吧。哥哥，丫丫好困。丫丫，睁开眼睛，不许睡。我计算好了深度，计算好了温度，但计算不到这场提前降临、足以封山的特大暴雪。没有横木作为大梁支撑，只要雪一积压，覆盖在坑顶的泥土就会瞬间坍塌。不行，全族人的命都在这儿，必须得有个解决方法。没救了！这是老天爷要收我们陆家，这是神圣的坟坑啊！
主，雪越来越大了，坑壁上的土开始结冰打滑，我们爬不上去了。这坑就是一个大冰窖，风全往里面吹，没有横木撑住上面，雪一旦积厚了，旁边的冻土就会塌下来，我们都要被活埋。丫丫，醒醒，跟哥哥说说话。哥哥，丫丫不冷，丫丫刚刚梦见娘亲了，娘亲在煮甜汤。别睡，不能睡，那不是甜汤。丫丫听话，睁开眼睛看着哥哥。谁身上还有干布？拿过来，快！晨儿，没有顶，这坑保不住命。你告诉祖母，需要多粗的木头才能撑住这3丈宽的坑？至少需要10根成年男子大腿粗的实木最主梁，再用散木板铺满。但现在整个营地的木头都被盐户抢空了，连树皮都没剩。全完了！那盐户就是要我们在这挖坑，这下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春桃，带上2个护卫上去把我的东西拉过来。老太君，您是说一件东西？不行啊，那是您100年之后的大事，怎能？废话什么？陆家都要死绝了，还要那死物作甚？去拉过来！老太君，他来了！大嫂，这是大哥当年在江南为您重金求来的千年金丝楠木兽冠，您把它拉出来做什么？做什么？这横木不就来了吗？祖母，不行，这是您的兽冠，就算冻死，陆家子孙也不能拆了您的棺木。大嫂，使不得啊！拆兽冠是大不敬，会遭天谴的。大哥在九泉之下会死不瞑人的。老太君，我们不用，我们再想别的办法。这棺木太金贵了。放屁！什么天谴？老天爷现在就要我们的命，我还怕他钱？你们看看这满坑的老弱病残，看看陈儿怀留一块要断气的丫丫，人若死木又如何？千丝难不腐又如何？能换我陆家300口人的命吗？陈儿，你说挖坑能活，你扛起陆家。今天这陆家的命，奶奶陪你一起赌。给我砸！拆了这棺材板做大梁，谁敢不动手，就是我陆家的罪人。拉下来！造孽啊！老太君连兽卷都不要了，我们还怕什么死？砸！拆棺材，做大梁！先把主梁架起来，3个人一组，拖住侧板。起，上凹槽。第2根，动作快，需要把坑底填满了。家主，木板不够，中间还有很大空隙。用石头，用冻土块，把破布和烂棉绒塞进缝隙里，绝不能漏风。顶层封盖，填土夯实。陆家的100年基业，就剩下这个地洞了。祖母，只要人活着，就有基业。进去吧。
真他娘的冷！这鬼天气，撒泡尿都能冻成冰柱。别看了，陆家那片地方一点动静都没有，坑顶也被雪平了，估计全埋在下面断气了。那还盯个屁！走走走，回去复命。这种天在外面待着也是找死。总兵大人，明天等着看尸体就行了。家主，门封上了，可是还是好冷啊！我们要冻死在黑地里了。这坑里没有风，但也像个冰棺材。都不要慌，往墙根靠，把中间的位置让出来。哥哥，有星星。不是星星，是我们的命。这地沟连通了整个坑壁的底部，排烟口设在地面上一个极其隐蔽的老鼠洞位置，热气会顺着地沟在墙壁周围循环。外面是死局，但在地下，这里是我们的龙城。起来，别睡了，再睡就醒不过来了。死人了，冻死人了！又死一个，去叫收尸队，拉到后山喂狼。军爷救命！我们是投奔严总兵的，求军爷赏口吃的，上个火盆，再冻下去我们都要死了！不开！总兵大人有令，大雪封山，军粮减半。你们这些流放犯，自己找吃的去！谁敢靠近军帐，杀无赦！刘晨，你个疯子！你们现在肯定已经冻成冰块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哥哥，好热。丫丫醒了，热就把衣服敞开。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冷了，我出汗了。这地洞里怎么这么暖和？晨儿，你这回刘氏地下火炕，竟然真的能把这冻土坑变成暖炉！墙是热的，连土都是热的。地下3米本就恒定在0度之上，加上地沟里的炭火循环烘烤坑壁，这坑里的温度现在至少有15度。只要火不断，我们就能熬过这个冬天。家主，老朽有罪。老朽昨天竟然怀疑家主要害死全族，家主只借了天地造化，生生在阎王爷手里抢回了300口人的命啊！家主英明，陆家有救了！都起来，不用拜我，要拜就拜老太君那具劈开的棺木。没有那金丝楠木做大梁，这坑封不了顶。棺木拆得好，老身还没活够，不想那么早躺进去。晨儿，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哥哥，丫丫饿。饿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冷了。哥哥，丫丫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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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丫饿了
家主，我们暖和了，可是没吃的。严虎不让人卖粮给我们，我们总不能一直饿着。谁说没吃的？今天我让你们吃顿饱饭。这叫土豆，也叫马铃薯。发青和长芽的地方含有一种叫龙葵素的毒素，那吃下去会呕吐腹泻，这东西根本吃不得。那家主为何还要买它？龙葵素有毒，但它有2个致命弱点：第一，它怕酸；第二，它怕高温，更怕碱水。草木灰泡水就是最天然的弱碱水。用它来处理毒素，事半功倍。春桃，带几个人过来，照我这样，把所有发绿的皮削掉1指后，牙眼必须挖干净，然后全部切块，泡进这灰水里，泡足1炷香的时间。这种甜根生吃嚼不动，但里面含有极高的糖分。去，加满血水，放在火眼上，大火熬煮，不要停，直到煮成粘稠的浆糊。怎么样了？雪下了1夜，外面的流放犯死了多少？回总兵，各营伤亡惨重，初步统计，昨夜冻死饿死不下200人。流放营那边已经为了抢半个黑面饭教头打出人命了。好，死的越多，本将省下粮食就越多。等雪停了，把那些尸体上的衣服剥下来，还能卖给新来的流放犯。只是什么？只是陆家那个深坑，末将刚才亲自去看了一眼，雪已经把坑填平了，但坑顶上有些奇怪的小黑洞，没有被雪覆盖，而且什么？有话快放！末将没有看到尸体，那深坑周围安静的有些邪门。按照常理，几百人冻死，死前怎么也会有惨叫和挣扎的痕迹，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平整的像一块地。哼，活埋了，连叫都叫不出来，直接闷死在里面了。陆晨那个废物，算是把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不用管他们了。传令下去，锁死粮仓，任何人拿不出真金白银，1粒米都不准放出去。遵命。哥哥，好香啊，比京城里的桂花糕还香。熟了，开饭。祖母，您先请。甜，这醋壁之物竟然如此香甜。好吃，哥哥给的最好吃。家主，这是神仙吃的东西，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热气散到4肢百骸了，活过来了，这条老命算是彻底活过来了。吃饱了，身子暖了，接下来我们要干活了。晨儿还要干什么？外面的雪还没停。种地。
肉，有肉了！给我，把肉给我！滚开！这是我的！老天爷啊！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严虎不是人，他不给饭吃啊！勾身半尺，间距1尺，动作快，土要翻松。土豆的生命力极为顽强，不需要种子，只需要这些带着牙眼的切块。这地下的冻土被炭火烘烤后，湿润且富含矿物质，加上这里恒定的温度，这里就是最完美的温室。家主，这皮埋进土里，真能长出吃的来？能，而且速度会超出你们的想象。按照这个方法，把所有带芽的皮全部种下去。家主，这苔藓也能吃？苔藓不能吃，但这种环境加上木灰的养分，10天之内，这苔藓下面会长出一种白色的真菌，也就是蘑菇。这是我们补充体力的第2道防线。死的太多了！总兵大人，这雪如果再下3天，寒泽大营除了咱们军阵的人，恐怕连1个活口都剩不下了。哼，死光了最好，不用浪费粮食。去，派几个身手好的带上铁锹，去陆家那个坟坑上挖一挖。就算冻成了冰雕，也得把尸体给老子挖出来。如果挖到了那件小王八蛋金丝软甲，重重有赏。是，末将亲自带人去。就在这下面，挖！将军，铲到冻土了，可是不对劲。将军，这土下面是空的，有木板撑着，而且热气。将军，这缝隙里往外冒热气，还有肉汤的香味儿。熟了，家主，真的长出来了，这才1个月啊！地下恒温，加上我们在草木灰里混了人的粪尿沤肥，土豆的生长周期被缩短了1半。虽然个头不如正常的大，但足够吃了。祖母，你看，丫丫抱不动了。好，好，我们丫丫长肉了，越来越好看了。家主，老太君，今天开荤。昨晚在通风口下的陷阱里套住了2只来逼疯的雪兔子，全炖进蘑菇土豆汤里了。总兵大人，见鬼了！真的见鬼了！慌什么？天塌了不成？外面的死兽清理完了吗？不是死兽，是陆家。昨夜末将带人去西北角挖坟，顺着一个没有被雪覆盖的透气孔挖下去。大人，下面不是冻土，下面是空的。空的？什么意思？他们在地下挖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且从那透气孔里冒出了一股股热气。末将甚至闻到了肉汤的香味。放你的屁！零下40度的天，没有木炭拿什么煮肉汤？千真万连确，莫那香味绝对是煮熟的食物了。他们没死，他们全躲在地下。没死？怎么可能没死？他们连根草都没有。宝物，他们身上绝对有稀世宝物。
宝物？你用猪脑子想想，没有火源怎么可能冒热气？唯一的解释就是陆家那个老不死的把侯府祖传的纯阳至宝带在了身上，或许是西域的火精，或许是传说中的暖玉。难怪陆晨那个废物要费尽心机往下挖，他是在造一个藏宝室，想用宝物扛住寒冬。好啊，好一个陆家！大人英明，若真是如此，这等至宝只能陪大人您拥有。传我军令，集结100精锐甲士，带上破门锤和挠钩，随本将去西北角。大人，上面交代过，只让我们断他们生路。若我们直接带兵强攻流放营，传出去怕是……传出去！大雪封山，动员上每4几百人，本将就要消灭一群妄图暴乱的流放重犯，谁敢多嘴？那至宝，老子今天势在必得！严总兵怎么亲自带兵出来了？这是要去杀谁？那个方向是陆家的坟坑，难道陆家有人诈尸了？大人，找到了，入口在这里。果然虽然极淡，但确实有生人的气味。打开他！家主，上面有人在砸门！是严虎，肯定是严虎发现我们没死，来杀我们了！安静！我们在地下3米，他难道能把天掀开？晨儿，那是百战的北境兵，就算有地利，我们这几十个手无寸铁的残兵败将，也挡不住他们强攻。挡？我为什么要挡？我要让他们自己变成冰雕。春桃，带所有老人、女眷和孩子推到2号侧室，堵死通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出来。所有人，把这2口锅里的土豆汤全部倒进旁边的泥坑里。腾超过来，到了，这可是我们的救命粮，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一滴不剩，全倒了。加水，烧火，把所有备用的干枯苔藓和木柴全部塞进地沟的火眼，给我把这2锅水烧到沸腾，越滚越好。来几个人，把锅端到通道口，其他人拿上用来种地的木铲10块，站在通道2侧的暗处。听着，一会儿外面的门被破开，冷风倒灌，不管冲进来多少人，只要我喊放，你们就把这2锅受水顺着通道给我泼上去，泼得越高越散越好，听懂了吗？懂了。可是家主，光靠开水烫不死那些穿盔甲的兵啊！谁说我要烫死他们？我要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物理除毒。大人，破了！好强烈的热气，里面绝对有火精之宝，宝物是本将的。第1小队，给老子冲进去！怎么回事？我的手，我的盔甲冻住了！给我打！老子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怎么回事？人呢？第1小队回话！大人，会不会里面有机关？区区几个流放犯能有什么机关？第2
2小队放刀钩，进探。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冻成这样了？里面到底有什么怪物？严总兵，极寒天气不宜剧烈运动，容易出汗结冰。你看，你手底下的兄弟都冻僵了。陆晨，你这个小畜生，你敢暗算官军，你这是造反！陆某不过是严总兵，若是想要宝物，尽管自己下来拿。不过我这通道窄，风又大，总兵大人穿这么厚的铁甲，小心滑道啊！大人使不得，下面情况不明，通道狭窄，进去就是活板子。我们的盔甲太重，一旦被冰封住关节，必死无疑。拿火把，给我往里烧，用烟熏死他们！大人，雪太大了，木头全是湿的，根本点不着火啊！炎虎，你断我粮草，我拿你20副兵甲抵债，不过分吧？大雪封山才刚刚开始，我倒要看看你那漏风的军帐能比我这地下的坟空多撑几天！滚！陆晨，你给老子等着！只要你敢出这个洞，本将一定将你千刀万剐！撤！总兵大人，这雪太大了，我们为了多囤积流放营收缴来的粮食，把这粮筐建得太高，现在屋顶积雪极厚，横梁一直在响，怕是承不住重啊！撑不住也得撑，这里面装的是10万担粮食，是本将未来3年的军饷和换取金银的本钱。大人，末将建议立刻派人上去扫雪，万一塌方、火盆倒灌，后果不堪设想。扫雪？这么大的风，派人上去就是送死。这粮仓用的是最粗的百年松木，塌不了。多加几个火盆，把周围的积雪烤化，再调100人过来死守粮仓。没有本将的命令，任何人敢靠近粮仓半步，就地格杀。遵命。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流放犯，是我陆家地下龙城的护卫军，铁甲护身，钢刀在手。谁若再敢言退，定斩不饶！为家主效死！为家主效死！陆公子，不，陆家主，饶命！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严虎派你们来杀我全家，按理说你们都得死。但在我这地下，不养死人，只养干活的人。想活命，就给我陆家推磨、沤肥、挖土，干1天活给1碗饭。祖母，这些人交由三叔公看管，让他们把2号侧室继续向北挖深。我们要扩大种植面积。臣儿安排的妥当，用敌人的兵扩我们的地，此乃上策。塌了，粮仓塌了！不，我的粮，我的钱，快救火！给老子救火！天亡我也！天亡我也！给我一口吃的！滚开！老子也没有吃的！滚！没活路了，全完了。陆晨没死，他们真的在地下活下来了。我是他亲二叔，大断骨头连着筋，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我饿死。陆晨，晨儿，二叔在这儿，二叔快饿死了。求求你给二叔一口汤喝吧！晨儿，我知道你在下面，我是你亲二叔啊！
你爹是我亲大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老太君，娘，儿子知错了，让儿子下去吧。陆二爷，你不是说这坑是给自己挖的坟吗？现在扒在坟头上要饭，不嫌晦气吗？晨儿，二叔猪油蒙了心，二叔瞎了眼，千错万错都是二叔的错。你大人有大量，饶二叔一条狗命。只要你给我一口吃的，以后二叔给你当狗。当狗？盐虎的泔水你不是舔得挺起劲吗？怎么，盐虎的粮仓烧了，泔水供不上了，想起你这姓陆的身份了？陆家早就没你这号人了，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带着青壮年脱离宗族，现在回来用血脉绑架我，晚了。陆晨，你个小畜生，你敢如此不孝！我可是你长辈，你不救我，会遭天打雷劈的！我连老天爷的命都敢抢，还在乎天打雷劈？陆二爷，看在以前的份上，赏你一顿断头饭，吃完上路吧。土豆皮，你让我吃这种垃圾！陆晨，你不得好死！吃的，他有吃的！别过来！这是我的，这是我侄子给我的，滚开！我的，别踩了！救命！晨儿，救我！总兵大人，清点完毕，10万担粮食，烧得颗粒不剩，只抢救出几百斤被水浇湿的发霉厚豆。大人，营里的兄弟们已经断粮2天了，这大雪封山，根本没有运粮车能进来。再这么下去，不出3天，兄弟们就要哗变了！哗变？谁敢混哗变，老子砍了他！老子是北姓总崩！大人，弟兄们跟着您是来升官发财的，不是来饿死的。今天早上，第3营已经有人杀军马分肉了，再没吃的，弟兄们的刀就要指向中军大壮了。那你们说怎么办？周围百里连根草都挖不出来，去哪儿弄粮食？大人，现在整个寒泽大营只有一个地方还有吃的。哪儿？陆家地堡，你让本将去求那个我下令要活活饿死的废材世子，你让本将去求一个流放犯。大人，尊严换不来命啊！昨天我们派去强攻的人被陆家不费吹灰之力活捉，这说明陆家不仅有吃的，还有极其严密的防御。我们现在连兵都调不动，拿什么跟他们打？求大人三思，为了全军兄弟的性命，请大人向陆家求粮。只要熬过这场暴雪，我们总有机会卷土重来。备马去西北角。这位军爷，这是我在寒泽城北的2间大商铺的地契，还有10两黄金，求换1碗汤，只要半碗也行。铺子地契收了，拿碗来。快点，下一个是我，我有上好的和田玉，让我先喝。退后，排队，谁敢乱动，
断其手足！大人，到了。陆晨，让陆晨出来见我。总兵大人好大的威风！我家家主说了，不管是总兵还是乞丐，到了这地堡门前，规矩只有一个。什么规矩？拿东西换命，没东西，滚！你放肆！老子是朝廷命官，你敢让我滚？朝廷命官？你昨天带兵强攻我家地堡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们家主也是朝廷册封的世子？大人若是没有买命钱，就别挡着后面的人求生。严虎，你的粮仓都烧没了，还装什么总兵？没钱就滚开，别耽误老子喝汤！大人，别撑了，为了弟兄们，为了您自己的命啊！北京总兵严虎以虎符为敌，求陆家主赏口饭吃。怎么可能？你们没有木头，没有口粮，这地底下怎么会长出这么多东西？怎么会这么暖和？因为我懂的东西，你这辈子都理解不了。给他一碗汤，让他活下去。我要他亲眼看着，这北境以后是谁说了算？从今日起，韩泽大营再无严总兵，北境军镇的粮草由我陆家地堡接管，只要听我号令，不生事端，陆家保你们熬过这个寒冬。多谢陆家主救命之恩！拜见陆大人。这天灾降下来，我们凡人都在想尽办法建房子、抢木头，都是在和老天爷争命。结果天危难测，全死了。而侯爷是不与天争，直接钻进地底下，借了这大地的命啊！哥哥，我们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吗？不，等雪化了，春天来了，哥哥带你打回京城去。